好，我是小兰。今天啊，咱们来聊聊越南。要说这个越南啊，最近可是搞了个大新闻呀，满世界的嚷嚷着要修一条贯穿他们全国的南北高铁。好家伙，这事儿听着提气吧？这修高铁吧，它跟这个小年轻搞对象相亲差不多啊。哎，你得选个靠谱的吧。这越南这相亲大会啊，可热闹了。这个请帖是发了一圈啊，什么日本啦、韩国啦，还有咱们中国都成了候选人。本来嘛，你越南想找谁修路啊，那是你自己家的事儿，咱们也管不着。可这事啊，怪就怪在越南这小算盘打的是噼里啪啦响啊！他不仅要这高铁修的又快又好又便宜，末了呢还提了个霸王条款，啥呢？你来修可以，但你得把你家那高铁技术100%的全部交给我。嘿，我一听这话，当时就乐了啊！这哪是找人修路啊？这不整个一抢亲吗？不仅要你家的彩礼，连你家的传家宝都得一并打包送过去。哎，你说说，这风险高的都快戳破天花板的买卖，日韩谁那么想不开，愿意去接这个牌啊？这个越南这是想干嘛呀？我看哦，他这是想演绎出三国杀的大戏，把中日韩3个大玩家全都拉下水，让他们为了抢这个项目互相卷，最后啊，他好做出渔翁之利，想把咱们中国啊也套上他这辆战车。我今天啊就把这个话撂这儿了啊，我劝这个越南啊还是省省吧。咱们先把这个话拉回来，说说这个事的最新进展。前2天啊，这个越南新上任的那位领导人叫苏林，跟这个韩国那位李在明啊，俩人见了面，2个大老爷们坐一块能聊啥呀？除了国事，重头戏啊就是这个南北高铁。会开完了啊，发了个联合声明，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越南的南北高铁项目啊，是咱们俩国家未来合作的重点方向。这话一放出来啊，韩国那边叫一个激动啊，好像这670亿美元的大单子啊，已经揣兜里一半了呀。但大家伙别着急啊，咱们得先弄明白这南北高铁对于越南来说它到底有多重要。这么给大家伙形容吧啊，这条高铁啊，在越南的地位啊，那就相当于咱们中国的京沪高铁。这一头呢是连着越南的首都政治中心河内，这另外一头呢连着他们南方的经济发动机胡志明市。全长超过1540公里啊，比北京到上海还远点，设计时速350公里，跟咱们的复兴号一个标准。那现在越南是个啥情况呢？你要是从河内坐火车去这个胡志明市啊，咣当咣当得走个30多个小时啊。那个火车啊，说句不好听的，比咱们的绿皮车还有年头，整个一老牛拉破车啊，这效率啊，搁到现在这个时代啊，简直是急死人呀！物流成本那是高的吓人，这北方的水果运到南方都快蔫了，南方的电子产品运到北方啊，黄花菜都凉了。所以啊，这个越南就想啊，要是这个高铁修成了，那可就牛了呀！30多个小时的路啊，直接给你压缩到5个小时以内。这不仅仅是快啊，这对整个国家这个经济版图那是一次脱胎换骨的重塑啊！这物流瓶颈一打破，这经济还不跟坐上火箭一样往上窜呀！正因为这个事儿啊太重要了，这个越南政府啊现在把这个项目啊拨高到了一个啥高度啊？叫关乎国运。听听啊，国运都抬出来了，这基本上就是越南实现现代化的命根子工程啊。但是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这么大个工程啊，总投资预计啊要670亿美元。越南一年的 GDP 才多少？这笔钱啊，对他们来说那简直是天文数字啊！就算把这个裤腰带勒得最紧，他们也掏不出来。那钱没有，技术呢更没有啊！凭他自己的本事啊，别说350时速的高铁了，能把现在的破铁路啊整利索都不错了。所以啊，这个事儿啊，他必须得找外援，找个有钱又有技术的大款来帮忙。这不，咱们前面说的高铁相亲大会啊，就这么拉开帷幕了。要说这韩国啊，为了拿下越南这个项目，那真是下了血本了呀。韩国那位李在明当着苏林的面啊，那叫一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呀，拍着胸脯说，我们韩国的高铁技术啊，那是世界一流的，经验丰富，技术卓越，选我们没有错。光说不练假把式啊，韩国呢还真搞了个大阵仗，他们组建了一支国家队的豪华天团，把一些能叫上号的20多家公司啊，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啊，全都捆在一块儿。这架势啊，就是要一把梭哈呀，豁出去了，非要把这个超级大单给抢到手。面对韩国这么火辣辣的热情啊，越南的苏林呢也是给足了面子啊，笑呵呵的回应，不错不错，我们会积极考虑让韩国参与的。
大家伙儿听听啊，这话说的多有水平啊！积极考虑，可没说一定给你啊。这就像这个姑娘家相亲啊，这男方是说的天花乱坠，姑娘呢点头微笑，你人挺好的，我考虑考虑啊。这考虑考虑呢，这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去了。表面上看啊，这韩国和越南是郎有情，妾有意，一拍即合。但是咱们往深了琢磨，这更像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战略表演。韩国高铁到底是啥水平啊？咱们得说句公道话，它有技术啊，但是绝对算不上顶尖儿。韩国高铁起步晚，他们国家就那么点地方，这个铁路总里程啊，还没有咱们一个省的多，地形也相对单一，没有遇到过咱们国家修高铁时啊遇到的那种上高原、穿戈壁、过雨林的复杂情况。所以啊，论这个技术积累和复杂施工经验，它跟咱们中国比啊，那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啊。更关键的是，这个韩国啊缺少那种大规模高铁出海，也就是在这个国外成功建成一条高铁的案例。这就像一个厨子啊，在自己家这个厨房做菜还行，你突然让他去国宴上掌勺，他心里能不发虚吗？越南把这国运工程啊贸然交给一个经验这么浅的家伙，这风险有多高？越南人啊自己心里明儿跟镜似的呀，他能不清楚吗？所以啊，越南这手棋啊高明呢就高明在这儿，他把韩国啊高调的给拉进来，其实就想放一条鲶鱼进这滩水里，把这个水啊给搅浑。他要营造出一种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氛围，告诉全世界啊，你看啊，想娶我们家姑娘的人多着呢，日本、韩国啊都排着队，你们中国啊可得拿出点诚意来。他的目的啊，就是在跟咱们和日本的博弈中啊，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好压价，好争取到更苛刻的技术转让条件。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想让我们卷起来，他好从中啊捞取最大的好处。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就不能不提另一个重要的追求者——日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啊，日本在这个越南心里的地位啊，那可是白月光啊，是初恋啊，是唯一的选择。为啥呢？因为日本是越南最大的金主爸爸，日本给越南的政府开发援助，说白了就是低息贷款和各种援助，累计高达170亿美元，占了越南收到的所有国际援助的30%。而且越南胡志明市的第一条地铁啊，就是日本啊帮忙修的。虽然修的是磕磕绊绊啊，但好歹也是个标杆项目啊，有这层深厚的感情基础啊，日本在越南的声誉一直都非常好。然而呢，这个爱情啊，它不能当饭吃呀。日本的新干线技术确实是牛啊，没得说，但它有个致命的缺点。太贵了，那个价格简直是高铁界的爱马仕啊！这个越南本来就兜里面没钱，一看这个报价单，这个脑袋都得大3圈。更要命的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胡志明市的地铁项目，给越南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那个项目工期整整拖了5年啊，5年啊，朋友们，这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啊，是越南自己的那套官僚体系，决策慢，审批繁琐，效率低下。这惨痛的教训让越南不得不掂量掂量，如果再选这个日本，会不会又掉进了同一个坑里？会不会又是一场旷日持久、没完没了的消耗战？到时候这个钱花出去了，高铁的影子还没见着，那可就亏大了。日本那边呢也挺纠结，政府和媒体一开始热情挺高，但是一到关键的让利问题上就变得抠抠搜搜拿不出什么实质性的方案。而且日本现在被另外一个项目搞得焦头烂额，就是印度那个孟买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那个项目也是一拖再拖成本暴涨，赔的底儿掉啊。有了这个前车之鉴现在这个日本国内的民众和舆论对在跑的这个越南去修高铁普遍都不太感冒，都觉得这是个赔本赚吆喝的买卖。所以你看昔日那点旧交情，在现实的巨大压力面前也是渐渐的褪色了。那聊完了韩国和日本咱们就得说说这场相亲大会里那个最低调，但是实际上实力最强的选手了。没错，就是咱们的中国。如果单从技术、成本和地理位置这几个硬指标来看咱们中国毫无疑问是越南南北高铁最理想、最完美的合作伙伴，没有之一首先，咱们是世界公认的基建狂魔，中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高铁网络，总里程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都多。什么高原啦、冻土啦、戈壁啦、热带雨林，什么样的复杂地形咱没见过呀？什么样的难题咱没攻克过呀？
前2年在这个印尼建成的雅万高铁，那就是一张金光闪闪的活名片啊！在跟咱们地形气候差不多的东南亚成功建成了时速350公里的高铁，这个实力谁敢不服啊？其次咱们的方案里突出了一个物美价廉，同样的技术标准，咱们中国的高铁方案成本能比日本的新干线低30%到40%，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啊！对于长期财政紧张，每一分钱都得掰成2半花的这个越南来说，这个吸引力简直就是致命的。还有点更重要的，这几年咱们中国和这个越南已经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就是要把两国边境的铁路实现车同轨。什么意思呢？就是都采用1435毫米的国际标准铁轨。大家伙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呀？如果越南这条南北高铁也用这个标准，那未来这个越南的高铁就能跟咱们中国的高铁网无缝对接。到时候一趟列车可以从昆明、南宁一路畅通无阻的开到河内，再开到胡志明市。这对越南经济的拉动，对整个中南半岛的物流格局带来的好处简直是不可估量啊！但是呢，凡事就怕一个但是，咱们的优势这么明显，为啥这个越南还这么犹豫呢？还在那搞什么三国杀的把戏这背后是越南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由于历史上的一些恩恩怨怨，再加上咱们这个邻居实在是太强大了，越南呢对咱们长期以来抱着一种既爱又恨，既想依靠又怕被控制的警惕心理，特别是在这种国运级别的核心基建项目上他心里就犯嘀咕总怕被咱们卡脖子。另外呢，还有一个外部因素不能不提那就是美国这个美国最不乐意见到的就是咱们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越来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这越南要是把这么重要的战略项目交给我们来干，这美国他能不跳脚吗？到时候这个美国在背后使点绊子，搞点制裁这是越南那帮领导人不得不反复掂量的。所以你看这事它就复杂在这儿。明明呢咱们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但是这个越南呢却是因为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和外部的压力迟迟下不了决心，反而想利用日韩来当挡箭牌和抬价工具。那聊到这儿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中日韩3家的优劣势咱们基本上都清楚了。在这场看似扑朔迷离的越南高铁三国杀里我跟大伙说一个很容易被忽略，但却是决定最终结局的关键事实，那就是无论这个越南它最后是选了谁，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这条高铁的铁轨宽度极大概率都将采用1435毫米的国际标准轨。为啥因为中日韩3国现在用于出口的高铁技术全都是基于这个标准的。越南不可能为了自己的一个项目去单搞一个孤立的跟谁都不兼容的标准，那不就成了铁路界的孤岛了吗？他傻呀！这个事对于日本和韩国来说没啥特殊意义，但对于咱们中国意义就太重大了。因为咱们和这个越南在地理上是连着的，只要它用了标准轨，就算最后不是中国公司承建的，那也意味着越南这条纵贯南北的钢铁大动脉在这个物理层面上将自动与咱们中国的铁路网实现统一。这就等于为咱们倡导的泛亚铁路网扫清了最关键的一个障碍。无论这个越南心里打的是什么小算盘，只要这高铁在中南半岛上跑起来，车同轨这个客观事实就会把它更紧密的卷入到以咱们中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网络里来。到时候人流、物流、资金流都得顺着这条铁路走，他想脱钩都脱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越南南北高铁这道选择题不管他最后选的答案是 A、B 或者是 C 咱们中国至少都不会是吃亏的那一方，咱们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那现在呢，越南政府高层还在为这个事吵得不可开交，他们设定的那个100%技术转让的苛刻条件就像一块巨石，把所有人都给挡住了。别说中日，就连那个最舍得给甜头的韩国也不可能答应这个亏本亏到姥姥家的买卖。你想要技术可以，咱们可以合作建厂，可以培养人才，但你想让我把看家的本事、几代人研发出来的核心技术一口气全送给你，对不起地主家也没有这个余粮这就像我卖给你一个苹果，你非得让我把这个苹果树连根拔起送给你，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所以我看这个事这个越南人自己还得纠结好一阵子呢。既然如此，咱们也犯不着上赶着去陪他演戏了。
现在国际上的高铁项目看似是买方市场，谁出钱谁就是大爷，但是实际上真正靠谱的卖家比买家还稀少。特别是对于越南这种既没有钱又这要求那要求的奇葩甲方能陪他玩的也就那么几家。大家出来干工程的都是为了赚钱的呀，不是来做慈善的。咱们要是为了你越南这一单生意跟这个日韩往死里卷，最后挣的钱还不如在国内修条路多。你说咱们图个啥呢？就图一个国际主义精神？我觉得既然中越铁路车同轨这个大局一定，那这南北高铁咱们就一个字儿，等。不着急，有肉吃呢，咱就吃2口；没肉吃咱们就跟着喝2碗汤，也不赖啊。反正赔本的买卖咱们是绝对不会上赶着去干。咱们有亚万高铁的成功案例，有泛亚铁路网的宏大布局，没必要把自己降格到陪越南去玩什么三国杀的牌桌上。越南要是真觉得这个日韩能接盘，能满足他那些异想天开的条件，那大可以让他们去谈嘛。咱们就泡杯茶，嗑着瓜子在旁边慢慢看戏。铁轨是不会说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演戏演到最后只会砸自己的脚。我倒要看看面对这条国运之路，是他越南耗得起，还是咱们更有战略定力？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关于这个越南高铁这点事你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